就由这个新野制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苏颖宇执行董事来为我们介绍绿色智慧制造、低压防水封装、射出成型比较分析。麻烦您。好，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为大家介绍什么叫低压成型。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野制动有幸苏颖宇。今天为各位介绍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制程，怎么样在用一个绿色减碳的一个方式呢，然后来做防水的封装。那现在大家在荧幕上面啊，就是右下角下面啊，有看到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场刚好有同事会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在电路板上面呢，用非常低的压力去做封装的一个成品。然后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等一下会为各位介绍，就是有关我们公司新野制动的简单介绍，然后低压成型的和传统射出的比较，还有趋势以及智慧制造的应用。那还有几个案例的分享，然后有一些时间Q&A。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野制动现在在这个影片荧幕上呢，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在绿色制造方面，我们有很多应用，比如说汽车行业或者这个就是低压成型机。那这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体。那我们公司也有做 PET， 就是食品包装的水容器 PET 的设备。然后 LSR 就是液态矽胶。那为什么我们锁定这3个材料去做介绍？其实这个都很符合我们现在的低压减碳的知识。那这一台就是我们的低压成型机。今天我们在楼下的1102的展会，我们都有实际的现场实机，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成型的。那现在看到我们成型出来这个呢，是 USB 的充电线。这充电线拿出来之后，它其实在30秒就可以成型了，可以直接放到水里头去做防水的测试，然后去看到说，这个东西它 LED 灯它仍然是亮着。它对这个 LED 灯还有这个电路板没有任何的影响。那这个呢是我们 PET 的特别的专用机。那 PET 其实就是 PET 保特瓶这个材质应用在相当多的食品包装。那我们是专注在水容器这上面，就是20公升的水桶，大家可能都有看过20公升的水桶。那这个是它的前身，就是瓶胚。那这个瓶胚它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强调它本身的应力要非常的直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生产上的一个很好。那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产品线。新野制动它有几个历史上面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其实在1979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是在做客制化的控制空油压程式这方面的设计，为了一些机器脑袋设计。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新兴机械，就是我们的公司。那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设一个分公司。那实际上生产制造呢，目前全部都是在台湾的。那在201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新野制动。那新野制动是专注于方案整合方案，我们这样讲user solution，因为我们确知到了这个社会未来的需求呢，其实是要用最有限的资源做最大的事情。那我们在塑胶领域已经这么多年，其实相当希望大家能够把塑胶当成一个非常珍惜的资源，所以我们就投入了这个新野制动，提供一些客制化的减碳绿色制造的方案。那说到设备，因为我们是所谓的设备业，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所谓的是整合方案的制造厂，但是其实智慧机械是最基础的。那我们公司在硬体跟软体全部都是自制的特别是软体方面呢，我们整合现在很多的 AI 技术，然后还有一些客制化、自动化的程式撰写。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台机器它是智慧化，然后不要让人类的我们操作人的一些误操作，然后导致生产的结果是不好，所以它必须要结合非常多的 sensor。那下面有一个范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是我们客制化给日本 Toyota 的一个客制化专用机哈。那它本身有3个射出，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模内做埋入射出跟埋入件的组装。然后同时也有做压力的检测，就组装之后呢，我们在外部有一个压力检测站做压力检测。好，现在看到就是拿出来这个成品，然后我们到这个转盘上面，小的转盘上面去做这个压力检测，然后移出来做技术装盘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设备呢，其实我们公司那时候从接到这个案子一直到开发完成，大概整体到在台湾花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然后一直到客户那边差不多是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交接。好，那这个大概是呈现出一个简单的案子，让大家知道说，塑胶射出其实它可以利用的方面是相当多的。那刚刚看到这台机器是传统的塑胶射出，今天我们其实等一下就会稍微比较一下，什么叫低压成型，什么叫传统塑胶射出。好，那星野制动呢，我们是从1983年就开始涉入了塑胶机器的开发。好，那这边都有看到，刚刚有提到一个上面那一条线是 PET， 我们针对保特瓶这个特殊材质的开发，然后下面呢就是地式射出机。那我们做地式射出机到现在已经有42年的经验跟历史。那这边我们要提到的低压成型机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投入开发了。那低压成型它是先从特殊材料开始的，它其实是一个生质材料所抗衡化学合成的一个尼龙它 PA polyamide 这样的一个材料。那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开发到现在，我们也拿到了 CE 认证，然后我们也有国内外相当多的不同的 patent。那一直到现在的话，目前我们低压成型的制程已经外销国内外已经有30多个国家。好，那这就是刚刚提到我们现在有的认证跟专利。那现在我们切入到今天的主题什么叫低压成型？刚刚如果大家现在手上有这个样品，这个样品现在就是在中间下方的这个产品。其实这个产品相当有趣是我们跟国外的客户，那他们本身是做无尘室空调全世界最大的知名厂商。他其实当初在这个网络上发现我们在做低压成型的时候呢，他之前也就是在这个制程上是有蛮多的客户。那它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无线接收发报器。无尘室像我们现在在一个空调厂那一样，其实无尘室它需要监测得到温度、湿度，然后甚至空气里头的压力，然后 particle 这些全部，甚至有一些化学药品，这些的在空气里头分布的状态，都是他们需要收集的资讯。那特别在这样的资讯之下，如果它能够控制得好，其实可以做到节能非常好的控制。那当初客人开发这个产品，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够短时间大量的制造，而且良率是高的。那这个东西，因为它要适应各个不同的环境，因为有的时候无尘室它并不代表说是人很舒服的空间，其实它有的时候可能温度很高，可能它那个空间里头是温度控制是80度摄氏度的一个温度，所以这个产品它也需要能够在耐温的状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设定客人就希望是在零下-40度到正120度都能够运用的一个产品，不会影响到它电子的性能。那在这个零件里面呢，它有5G 的通讯的晶片，然后 WiFi、Bluetooth 这些全部通通都在这里面，然后还有运输、收集资讯，还有运算，它等于是有小的一个 processor 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客人他本来有原来自己的开发状况，但是大家开发了2年一直都没有成功。后来就在网络上找到我们，这个也蛮幸运的，客户从美国完全没有来台湾，那时候他就把他的图纸，然后让我们这边帮他开模具，然后做材料的共同讨论、选择，协助客户做选择。我们当初测试了大概4、5种不同的材料，然后最后找出一个最好的，然后一直到产品的外观设计，然后帮他做出来。所以现在客人已经成功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到现在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可以提到一个低压成型，它有一个趋势就是从外太空到内子宫。我们公司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服务非常多客人，
医疗产业啊、航太产业啊，像无人机的一个控制器啊，然后或者是穿戴式装置，然后也是电动车这个领域，医疗领域都已经应用相当多了。好，所以刚刚提到低压成型是为了什么？是要为了保护这个电子电路元件，而且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让它成型，可以去制造。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它既然是保护，就要达到防水、防尘、防震的效果。那以往本来就有的制程是什么？它是用点胶、灌胶，或者是组装，超音波结合，用那个气封，去把它封住，所以相当多的机构结构在整合在这个小小的东西里面。但是防水、防尘、防震呢，个别要有不同的机构来做处理。那我们现在用低压成型，它等于一次就把这些东西都做好，因为完全包覆防水就做到了。然后防尘呢，当然今天电子元件没有跟外面接触，那防尘也做好。防震这一点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电子元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会加热，它温度提高的时候呢，这个塑胶它包围住它的塑胶，其实它也会相对有一些等于说密度上的改变。那其实它在防震这件事情上面，就表现的会比用epoxy这种硫化型反应的来得更好。然后而且呢，它可以随着开发的尺寸可以缩小，它的产品就可以创新。然后结合力，PCBA 的结合力，各种不同的塑胶的结合力也是很好的。然后减少周期时间，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在30秒之内，一直到最多可能1-2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产品。然后这样生产成本更低，因为结构整个的节省，制程的节省。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为什么要投入低压成型这个制程？因为我们很看重这是未来的一个使用的趋势。因为它本身的材料70%是生质材料，所以它是一个环境保护的材料。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零件它有一定的使用寿命，也许10年之后它坏了，请问如何去回收它？因为它是一个复合性的材质，所以大部分回收回来之后呢，他们都会经过焚化炉，就是把上面的塑胶把它烧掉，然后提取里头的贵重金属，比如说铜啊、金啊、银啊这样贵重金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包覆这个材料，它是生质材料，它分解成水跟二氧化碳，它对环境不会有带恶性的伤害，然后不会有这些毒气的伤害。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到说低压防水封装跟传统射出的比较咯。刚刚有已经讲低压有很多的好处嘛，那实际上来讲，跟传统的射出成型，因为我们今天是在Taipei Plus 橡塑胶机械，所以全场应该可以看到上千台的各种塑胶设备在这里展出。其实塑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通常我们都会有油感这样的一个基本机构去融化材料。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材料呢，跟一般的塑胶成型材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然要有不同的处理这个材料的方式。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它是会有一个熔料缸，然后加上我们这边有一个独特的4伏流量的一个流体的棒，它打出这个热熔之后的塑胶。那因为这个产品这个材料它的粘度相当的低，所以我们可以用很低的成型压力做成型。如果一般的塑胶在每平方公分的成型压力大概是在350公斤，那现在如果我们用我们低压成型，大概是1.5公斤到30公斤每平方公分，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 PCBA 下面可能有很多的晶片在上面。我今天只有1.5公斤，那相当于什么感觉？你用你的手指按下去，其实一不小心就超过了3公斤、5公斤。所以这个代表我们对电路元件有非常好的保护。那当然就是刚才提到异材质的结合，电路板、电线或者是外壳、塑料外壳有很好的结合。然后再来可能就是我们的流动性，让它粘度是相当低的，所以流动性很好。基本上流动性呢，差不多跟蜂蜜是差不多一个流动。所以我们用一般的这个我们分析啊，或者是什么，会发现说，做出来的条件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的 MI 值呢，目前跟一般塑胶的落差是蛮大的。好，然后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电子元件会发热，那它这个材料的热传导非常好。举例来讲，我今天20秒的冷却时间，我就可以从这个材料原来的温度设定是180度，它就可以降到差不多40度的状态。
那大家会担心说，哎，我们电子元件会不会因为热热的塑胶包上去，然后它导致它的受损？事实上是不会的，这比他们过回焊炉的温度还低。如果大家要实际感受呢，欢迎等一下到现场，我们就可以现场只要在我们午摊位能够交换名片，然后拍照打卡，我们就可以让各位现场做出一条自己的防水 USB 的低压充电线。那再来就是环保，刚刚提到是70%为植物油，那大部分的塑胶材料呢都是石化原料。好，那当然呢有优点，也会有一些可能的结构上的缺点嘛。就是传统塑胶成型呢，在机械强度跟耐候性来讲的话，其实往往会稍微好一些。那所谓耐候，我们这边强调比较多是抗 UV， 因为我们现在选用的这个低压材料，它是比较单纯的材料，它不会加太多的抗 UV 啊，或是 filler 啊，或是一些玻纤啊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在机械强度就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工程塑胶的表现能够那么好。那可挠曲性呢，因为这个材料它的分子结构比较松散。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产品做出来以后，不断的去挠曲它，它有可能会产生裂痕。因为你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它是一个生质的材料，它相对跟石化的材料来讲的话，它的分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客户真的有一个东西，他很需要有很好的挠曲性，我们就建议客人里面呢，我们先用低压成型先包个内容，外面呢再用一般的塑胶去做外面的机械强度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是在12年前呢，我们就已经做的影片了。我们公司其实做客制化的设备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那当初开发这台机器也是因为客户很买了，其实这个制程呢已经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40多年了，但是当初因为这个材料太创新了，那有个材料商觉得很害怕送出来以后会影响到这个交流行业，所以把这个 patent 买下来。那买下来以后呢，就大概中断了30年的时间。那一直到10几年前呢，这个材料才release出来。好，现在看到的是一台像立式射出机的结构。那我们现在就是埋入我们现在买的电路板，然后还有这个 cable 线。那接下来就是模具推进来，然后我们会合模。那后面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射出机，一般的射出机跟低压机最不一样的地方，它后面是一个溶胶缸。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的结构，而不是用螺杆？因为这个材料它刚才讲导热性非常好，如果用一般的螺杆来做的话，它整个在输送上面会有问题。它一下去遇到热，它就开始融化了，它没有办法做分段的输送。所以说这个地方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胶缸，这个就是胶缸，材料也是颗粒状的，像不是塑料材料一样，压缩机是切粒的。那现在看到这个是前面这边是一个齿轮棒，那我们公司这些所有的结构都是自己独立研发设计，所有的公差值各方面都是自己掌握。所以如果客户在售服上有任何问题，都完全不用担心。后面这个地方是一个泄压阀，刚刚提到低压成型，既然我要控制到1.5公斤到30公斤每平方公分，过大压力我就要让它泄掉。然后同步我今天要射到行舱里面的时候呢，如果侦测到，因为我们有自己做的闭回路的 sensor 的感应器，我们可以感应到压力的状态，我们荧幕上会显示出曲线。等一下到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设备上面。然后如果我今天发现已经到了我的设定条件了，我今天该泄压的就会泄压，马达该停的就会停，因为我们是用4个马达来控制。那这也是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对塑胶射出这个领域非常了解，一直在提供方案的过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一个机型介绍。那这边可以介绍一下低压成型的趋势哦。它从我们一开始在做，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从每射出的产品可能只有1克，一直现在做到每一个产品甚至要到200克以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应用？其实就发现它是一个很适合各方面的防水封装的应用的地方。那特别现场我们到时都有一些 sample 可以看。好，那这边再稍微用影片说明一下。在左边呢是我们低压成型的
模具技术，在右边就是我们客人本来他们在用的，其实都是用灌胶、点胶，然后手工那这个需要有硫化时间，因为它是化学反应式。那如果是塑胶成型呢，我们今天就在10几20秒的时间，我们冷却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案例。那这样品我们在现场也都有现在像刚刚这样讲，20秒过去，其实这个产品就已经做完了，可以点出了。这实际案例是运用在我们加拿大客人，他是做卫星天线的。那现在这个案例呢，是用在无人机的这个控制器。那原本呢，他们也是用点胶、灌胶的制成，外面射出一个塑胶的壳，然后他把它放下去点胶。后来他改成这个制成之后呢，他们的重量就减轻50倍，无人机相当在意这个重量，然后产能也增加5倍。最重要是良率，因为刚刚讲防水、防尘、防震这件事情呢，防震它表现得非常的好，比它本来制成表现得更好。那像它将外销到欧洲也符合欧洲的环保的要求。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际客人拍的一支影片。大家想象中的塑胶射出是怎么一回事？这么轻松其实我们的机器就是因为我们设计的相当智慧化，所以呢，我们客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说，他们的同事到公司泡一杯咖啡的时间呢，他已经做完了今天做的成型参数的调整。那因为我们有自己智慧化的一个调整的过程，那所以可以让整个成型的过程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乌烟瘴气的。第一，它是生质材料，它没有这些塑胶的废气。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智慧制造的过程，它可以压力内部就可以自己改，自己调整。那对客户来说，他们在做国外的客户，其实很在意员工在什么样的环境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真实的在台湾，我们的客户他就把这台设备放在他的吧台旁边，让他客人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这个样子也可以做成型，是跟我们想象中的，如果是做 cable 线的，其实都 PVC 都有氯的味道，都是空气都有酸气，对人的健康也有影响。所以我们是强调呢，我们是在做绿色制造的过程呢，我们来创造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用智慧来创造我们的生活，新的生活环境，然后才能达到友善共融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期待说，大家能够在此刻做一些选择，然后我们未来也会有所不同。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新野自动的书。